我們其實要來關心到是川普這一次在要對古巴下重手了。有人在看說，美國會不會再度走到當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的邊緣？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注。現在看起來或許有這樣子的一個跡象，因為川普在1月29號這一天是最新宣布呢，下達了簽署行政命令，進入緊急狀態，接下來將会對任何对古巴出售或提供石油的国家，就会課予新的關稅。川普有給予理由是什麼呢？我們來看到有幾個理由。他認為說啊，古巴境內設有俄羅斯最大的海外信號情報設施，這樣子的一個設施會竊取美國最敏感的所有的國安資訊。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說，古巴有在為真主黨、哈馬斯等等的恐怖組織提供庇護。還有一個說法是因為他說呢，古巴散播共產意識、迫害政治異議人士，會對美國構成異常大的一個威脅，所以美方要針對古巴立刻做出回應。還有呢，所以我們節目要一開始特別請楊老師來看，為什麼選在這個時機要突然間對古巴下重手，會成為下一個委內瑞拉嗎？古巴老師怎麼看？卡斯楚革命之後，從1959年執政到現在他過去之後，他的弟弟這個勞爾卡斯楚也接任，然後也在2021年下來，整個這個過程其實基本上美國都是在經濟封鎖古巴，把古巴視為整個拉美地區最大的反美集團。那即使是奧巴馬的時期，曾經恢復跟古巴的互動，有派駐古巴的美國大使館以及大使，但川普一上來的時候馬上撤銷。所以美國跟古巴的關係一直都是很緊張。那在這一次的委內瑞拉事件當中，各位還記得嗎？那個馬杜羅被綁架，可是馬杜羅最親信的他的安全衛隊32個人都是古巴人，都被打死。反而委內瑞拉人都叛逃。所以川普就了解，古巴其實才是真正他要做整個美洲地盤鞏固跟清洗真正的最大的那個問題。這從美國的角度而言，當然這一切都違反國際法這一切都違反現在的國際秩序。這當然就是美國自己所謂為他的國家安全、為他的這個造成美國重大安全威脅。那過去從1959年到現在為什麼都不動手？但現在呢，他就是要鞏固這個地盤，因為他知道委內瑞拉大概每年有1/3委內瑞拉出口的油其實是前往就是古巴，古巴有相當高的比例，也有3成到4成的油是来自於委内瑞拉。他現在把委內瑞拉給这個油給斷了之後呢，他就要透過同樣的方式來封鎖古巴。那古巴人口有1100萬人，大概台灣的一半。那部隊呢，大概有5萬名現役的部隊，可是有110萬備役的部隊。所以你跟這個伊朗一樣，你要軍事占領、登陸、攻擊，就是古巴那同樣的情況，這很不容易，那會造成美軍的這種損傷。所以他現在採取的就是用包圍的方式，然後斷掉古巴的進口的這個油，因為古巴自己不太產油。各位了解到，在整個古巴這個島上面，最北端有一個叫關塔納摩，那是一直以來從1959年到現在美國租借的一個軍事基地。後來在911事件之後，反恐戰爭當中，很多的恐怖分子還被關在那邊被刑求。有一些被刑求的美國的軍官，後來還被美國的法院判刑。所以我覺得從川普的這個想法當中他就要去解決，就是他最討厭從整個共和黨，特別美國的南方有大量的古巴的這些移民，他們也都反卡斯楚的政權。從這個角度，他覺得既然我都動手在包圍封鎖了委內瑞拉，接下來我就要針對古巴。那會不會真的產生怎麼樣的效應？古巴會怎麼回應？那這個些過去從沒有經歷過。不過那都讓我們世人想到，似乎好像為另外亞洲某個地方做軍事準備，在做示範吶。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先是針對於委內瑞拉，老師幫我們提到，然後第二個，接下來川普的目標其實就是古巴了。那這次用的手段就是用石油禁令，要把古巴的經濟給拖垮。有沒有辦法拖得垮？古巴真的撐得住嗎？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看。因為呢，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這一次川普用的手段其實有點類似他先前針對伊朗的手段。
包括了說，在去年12月開始，伊朗因為美國的制裁之下，不是爆發了經濟危機嗎？那當時這個全國就發生了這個政治的抗爭，所以我們看到伊朗接下來就是通膨失控，然後全國的抗爭，這一切都是因為美國的主導，還有包括在石油上面的禁運。所以現在有說，是不是同一個劇本根本就是完全的神複制到了古巴的身上呢？因為現在最新的資料也顯示，古巴手上石油庫存已經非常非常少了，只剩下15到20天可以繼續撐下去。如果說接下來這個繼續缺油的話，那麼燃料發電的用油會全面告急，全國也會天天都停電，短期內可能就会引發經濟的崩潰。古巴撐得住嗎？酈將軍怎麼看？有一句話叫"死豬不怕滾水燙"這個古巴這個國家已經被制裁很長一段時間了，因為從這個飛彈危機之後一直到現在為止這個它都長期受美國的制裁。那另外，我們如果說比較其他被美國制裁的国家，包括到北韓，包括到伊朗。我們現在也沒看到這些國家有屈服。那川普一直想要用經濟的手段達到他政治的目的。其實一個國家除了說是政治經濟之外，還有軍事，還有民眾的心理不要忽略了民眾心理的感受。我覺得古巴這個長期以來，他們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信奉的是這個共產主義。那這已經長期以來是如此。那在這種狀況之下，那他們有他們的中心信仰。是不是這麼能夠這個就因為經濟上面，因為一個石油的禁運，它不是石油禁運，是川普是對你賣油給古巴的這個國家來實施關稅，而不是對古巴來實施禁運。所以會不會因為這個石油它就達不到油？或許它的油會變貴但是我覺得這可能不太容易屈服到古巴，因為它的民眾經濟生活水準已經不是很好。就像我剛剛講的嘛，它本来就是屬於這個開發中的國家，本來就不是已開發國家。那如果說是一些或許的波動，可能不會動搖他們的心智哈。第二個，我們看如果說古巴這一次別的國家賣油給古巴，川普要對他課徵關稅，可是我們隨便舉一個國家來講好了。伊朗有沒有可能賣油給古巴？我們不敢說一定沒有。現在有很多影子艦隊啊。伊朗來講，美國你怎麼在對伊朗實施這個石油禁運？那第二個來講，很多石油方面，它這個會不會有透過第三國轉運給古巴？比如說是這個沙特來講，它雖然產油，它可能透過第三個國家。那第二個，我們講說俄羅斯會不會可以被賣油給古巴？這也是可以存疑的，因為俄羅斯現在本來就是美國不准它。本來美國就已經對俄羅斯實施制裁，那如果俄羅斯要賣油給古巴，那你想想看，美國怎麼對俄羅斯來實施加徵關稅的制裁呢？像伊朗這幾個國家都是如此。或許跟美國友好的這些邦交國譬如說是沙特啦，或者阿聯酋啦，或者是印尼這些國家像委內瑞拉現在或許在美國的淫威之下已經被制服，他們可能沒辦法賣油給古巴。但是就像我講的。這個其他的產油國家他們本來就美國你就管不了它了嘛。第二個會不會透過第三個國家將這石油轉運給古巴？可能性也是有啦，不能說沒有。可是我認為說，如果說川普想要複製委內瑞拉的模式來對付古巴的話，我覺得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就讓古巴能夠屈服的。好，所以如果說美國方面是用經濟上面制裁古巴，現在看起來恐怕難以撼動古巴。那如果我們用軍事面來做討論呢，有沒有可能可以影響得到古巴，能不能打擊古巴？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古巴它的軍力到底如何。其實它的軍力現在不到10萬人。那空軍的部分，他們的戰機是最老舊的米格29，海軍主力還是前蘇聯時代的這個波克級的護衛艦，再加上3艘這種比較老舊的潛艦。再來就是說，接下來俄羅斯到底會不會介入？那最新消息是在去年的10月，其實呢，俄羅斯已經批准跟古巴簽署新的一個軍事上面的合作。那麼，俄國的軍事專家也建議說，其實可以在古巴來部署這些可以攻擊美國全境的，包括了伊斯坎德爾，還有真果樹極音速飛彈，會不會造成古巴危機？這是第一個問題要請教志將軍。再來就是說，美軍要拿下古巴到底有多容易？我認為那個俄羅斯想要部署這個伊斯坎德爾或者是真果樹的這種高超音速導彈呢，我認為那個古巴也好，俄羅斯也好，都會再三考量。因為有3個因素這個古巴的地緣戰略
對古巴來說是不利的。第一個，距離美國太近，古巴距離美國的佛羅里達半島只有150公里，那它的首都哈瓦那距離佛羅里達半島才175公里，太近了，美國根本不要什麼空中加油機，直接飛過去就把你解決了。第二個，這個兵力這個相差太懸殊，它兵力不到10萬，常備軍人不到10萬，裝備都落後，武器裝備，你怎麼樣去跟美國較量？美國這個輕而易舉，順水推舟就把你給弄掉了。所以是問題在這個地方，你部署那個真果樹跟伊斯坎德爾的這種地對地的導彈，我認為用處不大，只是刺激美國。我認為這個是效果不大。第三個，歷史對抗的包袱啊，讓古巴越來越弱。那經濟制裁一直在經濟制裁，軍事制裁一直在軍事制裁，沒有停止。但是美國為什麼不動手？我認為美國考慮到3個不能動手。第一個，把推翻古巴的這個領導精神很容易啊，但是要去治理好困難哦。因為它共產主義，它的制度完全不一樣你這樣你怎麼去治理？你換一個人又是那個樣子，你怎麼去治理？它的政治文化，古巴的政治文化跟美國截然不同，你怎麼去治理？那不一樣啊！你換了人，結果是個燙手的山芋，那你怎麼解決？第二個，美國沒辦法解決的是說，古巴1100萬，他只要100萬難民，那就到美國去，那麼近，船就過去了。美國100萬難民融進来，你怎麼辦？你怎麼安置啊？100多萬難民，我們講1成就好。古巴人口1100萬嘛，你110萬难民，你怎麼去接納？是哇，好困難好麻煩呢。不要去捅這個馬蜂窩，美國會這麼想。我一捅馬蜂窩，我難民我怎麼照顧啊？他要求美國幫忙。就是這個。第三個，南美洲會有反美的浪潮出現，你把古巴給推翻了，那其他的國家整個南美洲的南方市場通通出來了。你怎麼可以把它推翻呢？你違反這個國際法、聯合國公約，你都違反了，你怎麼可以推翻它呢？你用內部推翻，不要去干涉它內政嘛，你就可以把它從外部推翻。其他南美洲的國家整個起來站在古巴這一方，那美國就要面對很大的壓力，也在這個地方，而且是在自家後院。遠的話，在亞洲、在非洲、在歐洲就算了，就在你旁邊呢，會有這個狀況。我認為這3大的這種壓力、這種狀況啊，美國會考量再三，可能對古巴這一方面會有施壓，但是動手，他還要多方來籌措。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